家军，今天这一期测评呢是专门给我们矮子男孩测的。我要代表我们所有矮子男孩说句话：你们品牌为什么要把衣服做得那么长呢？你知道我每年要剪多少裤脚吗？连起来都可以做一条裤子了。我现在已经是裁缝铺的 VIP 用户，也就除了袜子和裤衩不需要剪短。你说我们矮的容易吗？被女生嫌弃矮，还要被你们品牌瞧不起。那今天我买了30件男生设计款小西装，我倒要看一下到底有没有我们矮子能穿的西装。如果没有，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买男装了。那因为太多呢，我就不一一展示了。我先淘汰一些丑哭你的啊，比如说这一件村口集合水泥织带款。还有这两件郭富城演出服啊，穿上感觉你马上就要跳舞，非常酷炫。以及呢这几件让你满头问号的款式，哇，你看这个，哇，这个，今天的视频呢主要分为2部分，一部分呢是由我来测评和试穿，但是呢鉴于现在有很多女生呢都穿男装，男生呢也有一些不知廉耻的穿女装。所以呢，我就不给钱，请我们的汉服小姐姐周以安来帮我试穿。那今天的测评标准呢，就是1矮子呢170左右能穿的，2设计好看的，3面料做工合格的。首先我最喜欢的一件啊，它是有大面积的这个印花啊，这个印花的图案呢主要是日本的和风元素和一些这个腰果花。那今天呢我们买了很多衣服啊，都是拼接的，因为我发现现在的西装大家都在用这种元素啊。其实我觉得男生的衣服呢不要太花里胡哨，可是呢我们也不要太常规太死板啊。所以我觉得这2年的拼接的风格呢，我觉得特别好，因为拼接呢一般不会改动大的这个版式，它只是做一些这种局部的改变，但这种改变呢又会很明显。特别是对我们这种不懂时尚的人啊，我们一看就能看明白它这种设计的用意啊，所以我就觉得很酷。那它这件衣服呢，除了用这种图案的拼接之外呢，它整个衣服的版式呢是用了夹克和西装的2种元素的结合，比如说像胸口这2块布，还有袖口，还有后背这个整个的面料啊，它都是这种做那种外套夹克的面料，2个拼在一块，整个的衣服呢就会觉得有点点特别。但这件衣服呢价格500多块啊，算是比较贵的了。可是呢你看它的整个的设计，包括它整个的元素，然后又是一个潮牌店，又是原创设计，所以呢500块呢坦白来说不是很贵。面料和做工呢没有什么特别的，面料呢都是化纤的，因为西装啊其实不太适合用纯棉，因为它会比较软，会比较皱，甚至还会比较粘毛，所以呢一般都是化纤的面料。然后西装的做工呢，基本上也不存在问题，主要就是看面料和设计和版型，还有尺码，这是我们矮个子的痛。它这件衣服的尺码就会比较好，反正我特别喜欢这件衣服，没有恰饭。我这么说吧，现在的国内所有潮牌他们都很穷，说实话都给不起我们广告费，尽管我们是全 B 站市场区最便宜的。那这一件呢是我第2喜欢的啊，他们家呢我也买过很多衣服啊，也是没有恰过饭啊，希望能来找我恰饭好吗？今年我发现他家的衣服又涨价了啊，比去年又贵了一些。这件衣服卖500多块，那你说这件衣服人家有这么多元素，你卖500多还能理解，你怎么回事啊你们啊？面料呢也是化纤的了，然后做工呢当然也没有问题了。这件衣服最大的亮点呢，主要在它身上有大面积的这个缝线啊，这个走线呢会让你觉得有点点设计感啊。然后更有趣的呢是它整个的衣服呢下摆里面呢藏了一件假的衬衫，然后呢有一点点长，在外面露出来呢有一点点假2件的感觉，感觉就是说这个缝衣工呢不小心磕碎了，然后跑偏了啊，反正但是就是时尚啊，咱们就不懂。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小插口，反正这个设计就很有用意。然后这个品牌最大亮点呢是他们讲是无性别服装，就男女通版，基本上都会很短，反而呢175的185的不适合穿他们家衣服。开心，你们这些死高个子终于也买不到合适的衣服了。还有一个小事就是它这个前面那个下摆呢是一个半圆形的，那这个呢对于我们的矮子呢是更友好，因为这个你就会显得你腿更长。第3件呢，也是一个潮牌，也是一个拼接，价格是404。这件衣服的拼接呢，主要集中在胸前啊，有一些这种拼接的设计，然后袖子、后背呢有一块拼接，然后还有一些字，比如说这个地方印了个2017，那什么意思呢？它代表着说我是2017年出生的啊，对。
这件衣服呢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款设计。它胸前2块呢，用的面料啊，包括元素都是这种冲锋衣啊，或者那种夹克的这种元素，比如这个口袋很有机能风的感觉啊。那这种设计呢，你可以理解为拼接啊，或者是解构啊，就把2件衣服的元素融在一块儿。这就是我特别喜欢的这种风格，我觉得很帅很酷，就你看起来呢不会特别的出挑个性，但是呢你会觉得很有心思。价格呢300多块钱，但是呢老实说呢也不是特别便宜。其实呢因为它本身的成本没有多少，可能它有加了设计费啊，这种衣服其实200多块钱也能买到。这件衣服的价格是279块钱，我觉得不贵。然后另外呢，我觉得这件衣服还蛮好看的。这种浅色系的西装啊，其实很难挑。看我们大部分的西装都是黑色，浅色的其实很多做的都不好看，而且特别挑人啊，挑穿搭。然后这件衣服呢，因为它大部分的是这种格子，然后拼接了一小块这个纯色，所以呢相对比较好看一些。胸前有一个标，然后还有一个小球啊，一个小别针，我觉得比较帅一点。但是呢，它这个件呢确实有点大。我们今天买的都是M 码，可是这一件呢确实有点偏大，如果有 S 码的可能会好一点。所以男生170左右的话，想买这件的话，一定偏大的啊，慎重。女生的话，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那这件衣服的做工呢，相对有点刺啊，线头啊，包括这个格子对的都没有对齐，所以说相对差一点。接下来这13款呢，是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心情买的。那虽然不是我特别喜欢，但是从设计啊、面料、做工啊，都我觉得还可以的。然后每一款呢也都是自己的特点，所以值得买。毕竟呢，哪个女生不是一屋子的衣服？来，我们弹幕互动一下，你们每年买衣服要花多少钱？首先呢，我要强调一下2件让我特别遗憾的衣服啊。那这一件呢，其实你们从视频上看，这个格子的颜色呀，还挺好看的。可是因为这个面料呢，显得特别的粗糙。然后让你穿在身上觉得像穿个麻袋一样，我知道可能是这种风格了，但是这种真的确实没有那么好看，所以我觉得这个面料如果能用的再好一点，用的再高档一点点啊，可能会效果更好一点啊，你们觉得呢？第2件呢，就是说这件西装呢，其实它的设计呢也挺好看的，但是我觉得这个飘带啊，这个颜色首先用的特别不好，其次呢，它这个带子呢用的是这种剪边，就直接不包边，毛毛刺刺的，哎呀，因为你整个西装用的都是比较板、比较垂、比较干净利落，然后你突然间加2块布呢，显得又乱七八糟，就会觉得哇，这人。那这件乞丐同款的烂仔装啊，我非常喜欢。但是我们同事都不喜欢啊，就看起来就像穿了10年没洗过一样，然后又是剪边的啊，反正就是各种线头一大堆，真的很像垃圾站里面捡回来的衣服。然后因为它面料很薄啊，所以它没有西装那种力挺感，很休闲很软。那视频里面看起来确实有点丑啊，但是生活中看我是觉得很帅啊，有点酷酷的、脏脏的，很适合我这种土味男孩是吧？然后这件呢面料非常厚实，就很像呢子大衣的感觉啊。然后最有趣的是它这个图案呢是丙烯手绘啊，这个我觉得很个性啊，因为很少有人会在衣服上用手绘，因为洗多了容易洗掉啊。当然了，西装大家也不经常洗啊。然后胸前呢和背后啊都有大面积的这个手绘啊，那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啊。就是如果我们有心灵手巧的仙女们啊，大家可以尝试一下，把你不喜欢的衣服然后手绘一下，涂鸦一下。那这件衣服呢不太适合男生穿，因为特别大，我觉得女生穿起来会很好看，价格也不贵，然后整个面料看起来呢还挺有档次的。此外呢，包括这一款呢，我觉得这个胶印呢也很有趣，这个烈火。可是我真的不太会搭这件衣服，谁会搭的话，大家可以研究一下。然后这件牛仔衣呢，我觉得也很不错。牛仔呢，其实是一个很讨巧的面料，就它基本上很便宜的牛仔呢都不会显得很 low。但是呢，这件衣服呢，170男孩就不要想了，女孩可以穿啊，男生穿不了，太大了好吗？然后它这件衣服很大的亮点在于它有一个非常厚、非常大的一个垫肩，觉得女生穿会更帅一点，男生穿就觉得肩有点有点怂。然后后背呢很有意思，做了一排扣子，后背可以拆开的啊，所以女生穿我觉得可能更有意思一些。那这件衣服呢，都是我认为可以买，然后你就感觉你的设计喜不喜欢，然后它的尺码你是不是适合，也可以看我们的图，我们拍了很多图。我是170的身高，然后李安同学呢跟我差不多，所以你们可以看看男生和女生穿的是什么样子。OK， 我们最后总结一下，我觉得小西装的价格呀，性价比较高的话应该是300块钱以内。那500块呢，肯定相对比较贵了，那你就看它有什么设计啊。
因为西装的面料呢，坦白来说比较便宜，做工呢也没有那么高的成本，所以呢大家买呢就更注重这个设计啊，包括版型啊，特别是尺码，因为西装你很难去改一件西装很贵的，而且很多时候它有口袋，有些设计你是改不了的，所以这个特别在我们这种矮子啊，尽可能多买几件，然后回去试，好吗？那除了这10几件呢，我觉得大家看心情买之外呢，前面那5件呢是我最推荐的。最后呢，我们的限流计划准备做服装店，所以呢有各位服装品牌工厂呢，如果想跟我们合作，欢迎，然后我们不收钱。OK， 那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了，如果大家有喜欢的话，请给我们一键3连，感谢，拜拜。